天庭虽然已经起事了，但是影响力、号召力始终还是欠缺了太多，没有三界主宰的样子。但是众妖族听闻此事，先是对着天庭大骂几句，而后直接捕捉到了重点。呦喂，路压道人威胁天地平衡的重宝，哎呦，这还了得呀！妖族不少高手瞬间颅内生压，各族边界的妖族领地群妖欢腾起来。刚安生了没多久的上古老妖纷纷出山，等待着太子殿下振臂一呼。嘿嘿，而当事者是较晚得到这个消息的，得知时他整头乌都懵了。威胁天地平衡的法宝。一处开满桃花的山谷深处，洛亚道人反复看着手中的传信玉符所在的讯息，眉头是越皱越深，起身来回踱步。此刻的陆压并非是那般老道的模样，而是一名面容俊朗、神采奕奕的青年妖王。这其实是陆压道人躲藏伪装时经常会用的第二个身份，某个妖族中立派的小妖王。今日突然接到了妖族高手传信，得了天庭发檄文追捕他的消息，陆压并不感到意外。天庭有意拿妖族立威，已非秘闻，他陆压的根脚不知为何早已经被天庭玉帝给知晓了，不然他也不至于躲在此地，每日还要忍受着巨大的心理折磨，与众妖女厮混，做出一副荒淫无度的模样。这种颓废枯燥没有约束的生活，对于满心报复的太子殿下来说实在是太痛苦了。但是这一次追捕他陆压，天庭给出的理由竟然是他拥有威胁天地平衡的法宝，这就让陆压有点犯懵了。他的秘密法宝定投七剑书能够影响到天地的平衡？显然不能啊。先不说定投七剑书有诸多限制，用之损功德气运，且在上古时这门术法就作为妖庭暗中惩处罪妖的手段，也没见天地平衡受影响啊。自己的斩仙飞刀最近虽然已经接近大成了，但这不过是杀伐宝物，如何能够影响到天地平衡？而且天地平衡这四个字当真是有些让妖捉摸不透啊。如今人族为天地主角，天庭为名义上的三界主宰，天地又不曾对立，又有什么天地平衡的说法呢？天地平衡这四个字多出现在上古巫妖大战、两族休战时期。莫非是在诈我现身？陆压一双剑眉轻皱，心目中划过两缕金光，面色却有些阴沉。正此时，角落有一面铜镜轻轻地震动。陆压看向屏风左右跪坐的两名桃花妖，有些不耐烦地摆摆手。那两名侍女起身告退，婀娜的身姿带走了微微的香风。很快，暖阁各处阵法被陆压开启。陆压走到铜镜前，点出一缕仙光入镜中，其内缓缓浮现出一名老道的身影。此老道身着灰袍，生有鹿耳鹿角，见到陆压之后就做了一个道揖，温润的嗓音也自铜镜传出。殿下，已有10多位老元帅前来老臣这里问询，老臣着实不知该如何回应。若殿下您当真已有对付天庭之法宝，不如就与诸位一直支持您的妖王开诚布公，如此才不会寒了各位老臣的心呢。陆压皱眉，若我有这般保护，陆公岂能不知？陆妖老道皱眉沉吟，又道：殿下，若如此，事情恐怕麻烦了。天庭如今是东木宫与天庭水神做主，玉帝王母在凡尘历劫，莫不是那天庭水神用了计谋，想要逼主人现身？此事不可大意啊！哼，此事已是明摆着。这水神杀我族人，欺我妖族，如今示威，如今又动这般念头算计。陆压咬牙骂了几句，袖袍一挥，直接化作平日里在外行走的老道模样。铜镜中的老陆妖忙道：
殿下还请暂时忍耐，莫要中了水神的奸计呀！咱们理应先静观其变，再看他到底在耍什么花招。静观其变？此时还能静观其变？哼！陆压压下火气，有些无奈地回了一句：若我躲避不出，我族上下势必士气衰减。若我主动露面，天庭便找到了跟咱们正式开战的由头，这水神亦是将我抬到了火架上，更是通过此事将我之根脚公布于众，让我今后无法继续躲在暗处算计。此檄文看似是壮我族声威，实则是杀我不见血之计谋。陆公，你且将此事实情与各位前辈我族名宿解释清楚，我此次必须做些什么，才能化解这次灾厄？殿下，您英明呐！陆公高呼一声，突然又有些感伤，抬起袖子擦了擦自己眼角，叹道：若先帝能见殿下如今之沉稳多谋，定会无比欣慰。老臣惭愧，竟不能为殿下排忧解难，还要殿下去面对这般处境。陆公莫多说了。陆压再次压下怒火，把已经冲到嘴边的训斥咽了下去，努力保持和颜悦色。他又对着陆妖王勉励几句，才将铜镜上的倒晕抹平。哼，这些老臣当年妖庭覆灭时跑得比谁都快，遇到事儿了哭得比谁都欢，就从不见拿出什么能让我眼前一亮的计谋和决断。当年我们妖族汇聚万灵，气势滔天，巫妖大战后期更是因祖屋内损，水火互斗，占据绝对的上风。可就是这些占据高位却对妖庭毫无助力的庸臣，拖累整个妖庭的运转，被人族有机可乘。最讽刺的是，巫妖大战最后活下来的还是这些老油条。哎呀，他自然知道现在也必须依靠这些老臣，才有让妖庭东山再起的机会。背起斩仙飞刀，将怀中的布包拿出来看了一阵，又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陆压轻轻吸了一口气，身影化作一缕青烟，在桃花谷中消失不见。终于能暂时离开这个痛苦之地了。他此前在妖生山被水神大灵豹所重伤，就一直在此地疗伤，也是亏了西方教给的一颗莲子，才填补了损耗的元气，且助他突破了一个境界。水神，你莫要再逼贫道。金鳌岛上，许久未回岛修行的鳌乙，此时正泡在他在金鳌岛上的洞府那方宝池中。鳌乙化作10多丈龙身，在池水中悠闲地伸展着自己的躯体，顺便按自家教主哥哥的吩咐，观察远处那些正热闹的仙神聚餐，将此地的情形记下，稍后反馈给教主哥哥。今日的金鳌岛颇为热闹，只因来了一头修为不高的黑皮豹子精。黑皮最初要登岛，被岛上的巡守仙人拦了下来，差点一剑给砍了。但是黑豹开口就喊出了岛上数十名天仙金仙的道号，更是激动地报上了元泽这个前世用名，让岛上的众仙齐齐震惊，迅速聚了过来。邪教发展至今，因通天教主威名赫赫，诛仙四剑，凶名远扬。但凡能入金鳌岛、蓬莱岛这些道场修行的炼气士，极少会为外道所杀。就算大半修不成长生金仙，也能够寿终正寝，自在一世。元泽老道算是截教万仙来朝时代比较稀罕的意外。当年元泽老道被不知来路的妖魔控了心神，带着大批妖魔去围攻人教仙宗渡仙门，意图破坏三教源流大会。结果呢，被守口如瓶的渡恶真人一声冷哼，真的是命丧当场。后来
元泽的元神被截教仙送去地府，借着截教之威走了走关系，投胎转世的时候又安排上了一个好的命途。可惜呀，因为元泽老道投胎前说了一句放心，从奈何桥走去轮回盘还能出什么问题呢，硬生生的把自己大好的命途给奶没了，最后误投畜生道，生做了一头黑豹，修行至今呢也没有什么名堂。今日黑豹来金鳌岛上探访旧友，岛上截教仙大半被惊动了，纷纷赶来赶来表达关切之意。明中观察了半个小时，敖乙搭在池边的龙首慢慢地缩了回去，龙身沉到池底。随后他便用神像散出神念，对着李长寿的主神像发去了交流邀请。很快一人一龙于梦中相见。敖乙细细言说此时金鳌岛上的热闹情形，李长寿仔细地听着，很快就有些感慨，截教上下确实是足够团结呀。截教仙虽然在黑豹登岛就直接把黑豹的嘴用道法给封了，但是各类的宝材、丹药、灵石、术法成堆成堆的往黑豹怀里塞呀。那些昔日与黑豹交情匪浅的炼器士更是拉着不能说话的黑豹去各处赴宴，眼看他嘴被封，眼看他拿好处，眼看他累了目。教主哥哥，敖乙纳闷道，咱们盯着这头黑豹做甚？莫要小瞧了他。李长寿负手而立笑道，这个家伙呀，如今是妖族，又与截教有了关联，日后说不得会成为什么厉害人物。你且继续在金鳌岛上盯着，他一旦离岛，你就安排一位龙族长老，然后如此这般。李长寿叮嘱了一阵，敖乙不断的点头。很快这个近来修为进境神速的龙族太子脱离梦境，暗中调了一名龙族高手来金鳌岛附近等候，稍后自有一场小戏上台。金鳌岛热闹了几个时辰，一朵白云自北而来，却是汉芷得到了消息，自三仙岛上匆匆赶来。见到黑豹精，汉芷眼圈一红，忙喊师父，但是黑豹精立刻就躲闪了，侧对着汉芷仙叹道，转世已非前人，贫道不敢多应，今见仙子无恙，心底安矣，这便归去修行。汉芷不由抿嘴轻叹，众截教仙也立刻挽留黑豹，让黑豹在岛上修行，再入截教。但是黑豹挂念着自家夫人，且觉得自己修为太弱，没有什么脸面待在岛上修行，就固执地告辞离去，且坚决拒绝众仙送他回洞府的好意。黑豹的这些反应也都在李长寿的推断之内。汉芷是万分的不舍，跟着黑豹出了金鳌岛，送出了数十里，3次被黑豹喝止不可跟上，他这才停下步子。道友若是遇到什么难处，就来岛上，或是去三仙岛寻我。回去吧贫道如今也有贵人相助，修行无碍。黑豹连连摆摆手，低头钻入海水中，施展出还算不错的遁法，朝着北方遁去。众截教仙的仙识跟随了黑豹一阵，目送他归去，不少仙人是唏嘘不已。但对于金鳌岛来说，这也不过是一件小小的稀奇事。待黑豹遁出金鳌岛范围，敖乙也离开宝池，朝着东海龙宫的方向飞去，与一位龙族高手恰巧就在黑豹头顶碰面了。那位龙族高手大声一喊，二殿下，可算是迎到您了。天庭刚刚有调令到了龙宫，让您立刻调兵去追查妖庭余孽陆压道人的踪迹。躲在海水中的黑豹顿时一哆嗦，心里话都有点飘了。陆压道人，恩公是吗？敖乙淡然道，我之前回金鳌岛看望师尊，还想着回去与思思团聚2日，没想到又有这档子事。天庭当差不易，这陆压到底是何方神圣啊？他是太阳金乌妖族太子，被如今妖族视为中兴之主。先前妖族欲用巫族的魂魄炼制灭人剑，
便是为他所备。哼，这陆压不识天数。我这便回天庭带兵，你且替我捎个信回水晶宫中。二龙交谈之声渐渐地飘远了，海水中的黑豹此时是震惊不已，在海面上露了个面，想追上去又不敢动弹。陆压恩公有麻烦了呀！哎呀，盼恩公能平安度过这般艰险，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啪的一下，黑豹抬手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耳光，皱眉看着海水中自己的倒影。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幽冥界，丰都城东侧雄关之外，细细的闻声伴着一阵清凉的冷风吹过，躲在暗中的文静道人远远地打量着此地的重重禁制。他只是路过此处，今日是要去血海出差。听闻前几日那个蓝银和水神大人连同7个凑数的道门高手帮大德后土度过了一场危难，文静道人就想着来此地看看，或许能嗅到一点点那个蓝银的味道。可惜啊，他不敢踏足丰都城，只能够远远地瞧上一眼。转身正要离开，文静道人又轻咦一声，被这雄关一线天尽头的情形所吸引了。这是在做什么？地府不是只勾魂吗？怎么连棺材都备上了？一线天尽头处，正有一群战力不错的纯血巫族敲锣打鼓，似乎是在排演着什么节目。一口粗糙的石棺落在地上，被6名巫族壮汉轻松地抬起，扛在肩头。6巫跟在前方那2名头套战巫的身后，不断摇摇晃晃向前行走。走了不过10多丈，牛头高声喊停，